咱生气的根本不是吃预制菜，而是花现做的钱吃冻货的饭。为啥你明明讨厌预制菜，却天天离不开它？罗永浩怒撕西贝，8亿人都在吃的预制菜，藏着多少坑？真相加避坑指南。家人们，花150块在西贝点盘炒菜，结果却是微波炉热了3分钟的预制菜。罗永浩一句恶心，直接把西贝骂上了热搜。贾国龙呢，急得开放后厨自证清白，却越抹越黑。门店客流量暴跌40%，股价3天蒸发2个亿。这事儿可真不是网红怼老板那么简单。你上周吃的外卖、超市买的鲜食，甚至5星级酒店的套餐，可能全是预制菜。今天咱不光扒这场骂战的真相，更是揭秘预制菜的3大惊天套路，教你3招避开花钱吃冻货的坑。最后说透为啥你明明讨厌预制菜，却天天离不开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局，我是大钊。先给刚刷到的家人们补个课。前阵子罗永浩发微博说自己在西贝吃的15个菜全是预制菜，又贵又恶心。当消费者是傻子吗？西贝老板贾国龙立马硬刚，我们没有预制菜，只有中央厨房半成品。结果网友扒出贾国龙是制定预制菜标准的协会副会长，而标准里明确写着中央厨房半成品不算预制菜。这不就是自己制定规矩自己钻空子？艾媒咨询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80%的餐馆在用预制菜，70%的消费者吃过却不知情。你以为的现炒现做，可能是半年前就在工厂做好冷冻进库。你花50块钱买的当日鲜卤，成本可能还不到10块钱。这场骂战的本质根本不是罗永浩跟贾国龙私人恩怨，而是咱们普通食客跟藏着掖着的餐饮行业的对抗。今天咱们掰开揉碎了说，保证你看完再也不会被商家当做了冤大头。第一步咱们来深扒一下罗永浩为啥一骂就火。贾国龙错在哪儿？罗永浩的流量杀招精准踩中了8亿人的痛点。罗永浩这人太懂舆论，他没有直接骂西贝用预制菜，而是先扔出个炸弹，第一句恶心，直接把预制菜跟不新鲜、脏、有科技狠活挂钩，这就戳动了老百姓们被地沟油、添加剂折腾怕的心理阴影。第二句呢，卖得这么贵，精准踩中经济下行期花钱心疼的神经。更狠的是他设的两难陷阱，直接问西贝你到底有没有预制菜？你说有，就坐实了又贵又恶心；你说没有，那谁信？现在连海底捞都承认用预制菜半成品，西贝能例外？最后他在站在道德的高地上，他不反对预制菜，他的直播间也在卖，但得让消费者知情呀。这波下来，直接从网红吐槽变成了为民请命，他能不火？第二，贾国龙的自杀式公关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贾国龙的操作简直就是公关反面的教材。第一步，硬刚，把消费者关心的知情权说成概念之争，相当于人家顾客问你这菜新鲜不新鲜，他直接回怼一句你懂什么叫新鲜？第二步开放后厨，犯了餐饮业大忌。这后厨哪能没点省成本的操作？比如蔬菜边角料舍不得扔，肉类提前腌好放久，普通人看着就膈应，反而坐实了不卫生。第三步道歉避重就轻，说尽可能调整加工工艺，却没说清哪些菜是预制的，纯粹是糊弄。其实西贝不是没救，要是他一开始就说我们20%的菜品用的预制菜，成本降了30%，所以价格比纯现做便宜15%，消费者未必不买账。但他非要又想赚现做的溢价，又想省预制菜的成本，这才把自己架到了火上烤。再来看第二部分，痛点暴击，你正在被预制菜坑的3种方式。家人们，别光笑西贝，咱自己可能天天被坑着呢。预制菜的坑主要藏在这3个地方，哪个能不戳心窝子？第一，知情权被扒光，80%的商家偷偷用，绝不讲。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，79%的线下餐馆，92%的外卖店从不告知使用预制菜。最典型的山姆超市的阴阳签事件，武汉肖女士买的69.9元卤菜拼盘，正面写着当天分装，保质期3天，背面藏着保质期1年。
说白了就是冷冻预制菜解冻后当鲜食来卖，价格直接翻3倍。你上周在小区楼下的家常菜馆点了盘鱼香肉丝，老板拍胸脯说现炒的，结果呢上菜只用了5分钟，肉丝全是碎的，调味一股工业酱料味。后来问后厨的亲戚才知道，这种家常菜馆80%的菜都是预制菜，炒锅里过一下油就给你端上来，根本就不是现做的。第二个就是价格虚高，成本10块钱卖50块，这溢价全靠撇故事。预制菜成本到底有多低呢？业内朋友透露，一份预制宫保鸡丁的原料加加工加包装成本不到8块钱，餐馆卖48块，超市里的网红预制菜出厂价15块，贴个大厨秘制标签就卖58块。西贝呢就是典型，人均150的消费水平，用的预制菜半成品成本比现做低40%，却没降过价。反观塔斯汀中式汉堡，明说肉饼是现制的，卖12块一个，反而没人骂，因为人家明码标价，不玩套路。就在前几天我去吃的时候，人家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擀皮儿，你能说啥？因为人家明码标价，不玩套路。咱生气的根本不是吃预制菜，而是花现做的钱吃冻货的饭。第三个，健康焦虑，零防腐剂是谎言，添加剂比饭还多。很多人怕预制菜是担心添加剂太多不新鲜，确实有黑心商家玩猫腻。2024年国家监管总局抽查，18%的预制菜防腐剂还超标，有的酸菜鱼里检出日落黄、柠檬黄的禁用色素。但咱得客观说，正规厂家的预制菜其实比小作坊干净，中央厨房有一套消毒标准，而且很多小餐馆的后厨洗菜池里刷拖把，厨师不洗手是常事儿。真正的坑是虚假宣传，比如它标着零防腐剂，实际上却用了山梨酸钾，却不写，而且标着当日现做，其实是半年前的冻货。你说你知道能不气吗？第四个就是标准混乱，商家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不是。最离谱的是预制菜的定义大战，国家说中央厨房半成品不算预制菜，中国烹饪协会说算，地方监管又有自己的一套标准。贾国龙就是钻了这个空子，西北用的明明就是预制菜半成品，却因为标准模糊，却说没有预制菜。对比一下日本，人家把预制菜分7大类，光即热类就细分12小类，每个类别都标清加工日期、储存条件、添加剂种类，消费者一看就懂。再看咱们这边，连啥是预制菜都没说清楚，商家不钻空子才怪。别慌呀，不管商家怎么藏，咱们用这3招就能轻松避坑，还能靠维权把钱赚回来。第一个，3秒辨别预制菜，看这3个地方就行。第一个，看上菜速度，点完菜10分钟内就上的热菜，90%是预制菜。现炒的菜再快也得20分钟，除非是拍黄瓜这种凉菜。第二个，看菜品状态，预制菜加热后往往汤汁粘稠，食材大小均匀，比如宫保鸡丁的花生全是脆的，而现炒的它是软的。鱼香肉丝的笋丝长短一模一样，现切的它肯定是会有差异的。第三个，看标签，问店员，超市买的预制菜认准 SC 开头的生产许可证，不是小作坊证。在餐馆呢，直接就问这菜是现炒的还是预制的，按规定商家必须如实回答，不回答你就可以投诉他。上周有人在某连锁店问店员，对方支支吾吾却说是中央厨房配送的，人家直接就说那么这菜就是预制的，给我换到现炒的呗。那店员立马就给换了。其实他们也怕投诉。第二个，被坑了怎么维权？这4步能索赔10倍。要是发现商家隐瞒预制菜、虚假宣传，别忍气吞声，按这4个步骤来。第一，留证据，拍好菜品照片、付款记录、商家宣传截图，比如菜单上的现炒字样。第二个，找商家直接说你这是预制菜却没有告知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，要么退钱，要么赔3倍，不足500按500算。第三个，投诉，商家不赔就打12315，或在全国12315平台小程序投诉，附上证据，监管部门必须在7天内回复。第四个，索赔，要是检出质量问题，比如防腐剂超标，直接起诉，能赔10倍。2024年，上海王先生买了158元的预制菜，检测出超标添加剂，最后直接赔了1580元。第三个，必看预制菜选购清单，这3类能买，2类千万别碰。能买的哪3类呢？
速冻主食，比如饺子、包子，工业生丑化生产，小作坊干净，性价比高。即食沙拉认准冷链配送，保质期3天内。大牌预制菜，比如海底捞、梅州东坡的，他们有自己的中央厨房，品控严。千万别碰的2类呢。低价网红预制菜，比如9块9的佛跳墙，19块9的战斧牛排，原料肯定是劣质的，说到底就是贪小便宜误大事儿了。无标签的散装预制菜，超市里冷柜里包装的卤味炖菜，不知道放了多久，添加剂也不明了。最后咱说句公道话，预制菜本身不是洪水猛兽，甚至是社会进步的体现。疫情期间，预制菜帮了多少风控家庭的忙？超市里的咖喱饭、黄焖鸡，微波炉一转就能吃，这不比泡面健康多了吗？从产业角度说，预制菜能把食材损耗从15%降到3%，相当于每年多省出300万吨粮食，这对粮食安全太重要了。美国、日本的预制菜渗透率超60%，人家也没有天天骂，因为人家是透明的。超市里的预制菜标清了加工日期、餐馆说明，这是预制菜，便宜10块。所以问题根本就不在预制菜，而在商家的套路，用预制菜的成本赚现做的钱，还藏着掖着当秘密。要是西贝早说我们部分菜用的是预制菜，所以价格比现做低20%，罗永浩根本就骂不起来。要是所有商家都像塔斯汀那样明说明码明价，消费者根本就不会反感。说到底这场罗永浩大战西贝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商家的贪婪，也照出了咱消费者的无奈。但咱不用怕只要学会了辨别，敢维权，商家就不会随便糊弄。最后问大家一句，你被预制菜跟过吗？评论区见。